靠脑子在天南封神，韩立弟子柳玉、柳眉的传奇一生。在天南修仙界，从不缺天赋异禀的惊才绝艳之辈，也不乏手握重宝的幸运儿，但能仅凭一己智谋，从宗门储备干部一路逆袭为实权掌舵人，甚至与元婴大佬平起平坐的结丹修士，却唯有柳玉一人。这位被韩立无意中收入门下的弟子，从玉灵宗核心弟子到落云宗实际掌权者，从背负传承使命到主动改换门庭，改名柳眉的他，用几支武功叩开强者之门，全程不靠修为碾压，仅凭通透心智，在波谲云诡的修仙界杀出一条生路，书写了一段独属于智谋派的精彩传奇。若论起点，柳玉的开局其实并不算低。作为魔道玉灵宗的核心弟子，他手握至木灵婴的传承资格，更是宗门元婴修士重点培养的储备力量。在等级森严、资源稀缺的修仙界，这样的身份本就意味着一条清晰的晋升路径，按部就班修炼，积累功绩，逐步跻身宗门中层，再凭借传承加持冲击更高境界。但柳玉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这条康庄大道背后的桎梏，修仙界从来不是只看天赋与传承的地方，背景与靠山往往比实力更能决定上限。他深知自己毫无根基，即便手握至木灵婴传承，想要在人才济济的玉灵宗真正站稳核心管理层，难度堪比登天。这份早会的通透，让他从未将希望寄托于按部就班，而是时刻警惕着命运的风向，等待着破局的契机。命运的转折点，在他追查至木灵婴失窃案时骤然降临。彼时的柳玉绝不会想到，自己奉命追查的失窃案主谋，竟是刚以雷霆手段覆灭富家满门的韩立，更不会预料到，这场看似寻常的追查，会彻底改写他的人生轨迹。当韩立的神识如天罗地网般将他锁定的那一刻，柳玉感受到的不是愤怒，而是深入骨髓的危机。他能清晰察觉到对方神识中蕴含的恐怖力量，那是远超他认知的元婴期威压。此时的韩立眼中并无柳玉此人，所有注意力都被他豢养的六翼双弓所吸。这只上古灵虫喷出的冰焰，正是韩立加速炼化乾蓝冰焰的关键，足以让他省去数百年的苦功。对于修仙者而言，时间便是最宝贵的资源。韩立当即出手制服柳玉，不带丝毫犹豫地将他与六翼双弓一同带回落云宗。当柳玉在韩立的洞府中苏醒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通体冰凉，所有侥幸心理尽数消散。他先是见到了韩立身边气质不凡的银月，随即又瞥见了被困在禁制中奄奄一息的铁蜥兽，那是傅家的标志性灵宠，是傅家覆灭的铁证。眼前这位气场恐怖的元婴修士，正是覆灭傅家的神秘强者，而自己此刻正身处这位煞神的敌营之中。柳玉比谁都清楚修仙界的残酷法则，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任何挣扎都是徒劳，只会加速自身的殒命。他没有慌乱，也没有辩解，而是迅速冷静下来，开始权衡利弊，如何在这位元婴大佬的手中保住性命，甚至为自己谋得一线生机。当韩立开口询问至木灵婴的相关事宜时，柳玉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全坦白模式。从至木灵婴的炼制主材、温养核心法门到灵力配比的关键节点，修炼过程中的反噬禁忌，他条理清晰，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主动补充了玉灵宗内部流传的实操诀窍，这些都是宗门核心机密，泄露出去暗门规必遭抽魂炼魄之刑。但柳玉心如明镜，此刻若是有半分隐瞒，当场便会殒命。而泄露机密，至少能换来眼前的生机，留得青山在，才有后续的可能。这份识时务的果断与坦诚，让本就无杀心的韩立暗自认可。在修仙界，识趣往往比忠诚更能打动强者，柳玉精准地拿捏住了这一。在坦白的同时，柳玉的目光始终紧盯着韩立的神情，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方对玉重术以及六翼双弓的浓厚兴趣。他当即判定，这便是自己的救命稻草，是千载难逢的破局契机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柳玉当场跪倒在地，言辞恳切地表明自己愿拜韩立为师，不仅愿意将六翼双弓双手奉上，还主动献出自己修炼多年的全套驱虫秘术，更甘愿被韩立种下禁神术，从此对其绝对效忠，生死与夺皆由韩立掌控。这番表态堪称修仙界谈判的教科书范例，既以拜师的姿态给足了韩立面子，满足了强者的尊严，又用献宝加禁神术的组合，彻底打消了韩立的顾虑。禁神术的约束意味着他从此成为韩立可随意掌控的棋子，无需担心其背后的玉灵宗势力，也无需防备其反叛。韩立见他如此识趣通透，又主动献上如此投名状，心中已然有了接纳之意，当即点头答应，为他赐名柳眉，收其为记名弟子。对于这个记名弟子的头衔，柳玉毫不在意，在他看来，头衔只是虚名，真正的价值在于背靠元婴期大佬这一事实。相比于在玉灵宗的储备干部身份，背靠韩立这棵更粗的大树，他的晋升空间无疑广阔了无数倍。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、依附强者而生的世界，既然都是依附，选择最粗的大腿才是最明智的生存策略。柳玉的这份务实与清醒，为他后续的权力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拜入韩立门下后，柳玉并未盲目追求修为的突破，
他很快认清了自己的天赋短板，即便有韩立的资源扶持，想要进阶元婴期也难如登天。与其在修仙之路上死磕到底，最终沦为平庸之辈，不如另辟蹊径，发挥自己的智谋优势。他果断转变赛道，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经营人脉、培植势力之上。这一选择恰好与韩立的心思不谋而合。韩立本就厌烦宗门琐事，一心只想专注于修炼与寻宝。柳玉的野心与能力，正好能帮他在落云宗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网络，成为他应对宗门纷争的代理人。两人就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合作。柳玉借助韩立的威名，在落云宗快速扩张势力，扫清障碍；韩立则利用柳玉的管理能力，稳固自己在宗门的地位，摆脱琐事纠缠。这种互利共赢的关系，让柳玉的权力之路走得异常顺畅。柳玉的过人之处，不仅在于懂得依附强者，更在于他拥有敏锐到极致的政治嗅觉。当韩立的道侣南宫婉来到落云宗时，柳玉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这位师母的分量。她不仅是韩立的心上人，更是背景深厚的元婴修士，是自己必须牢牢抱紧的另一根大腿。他主动上前攀谈示好，言行举止间尽显周到礼数，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，既不显得谄媚，又能让南宫婉感受到足够的尊重，很快便赢得了南宫婉的好感。而在抱紧南宫婉这条大腿的同时，他也没有忽视韩立身边另一位关键人物穆佩林。彼时的穆佩林刚借助韩立的威名摆脱了家族的逼婚困境，对韩立满怀依赖与爱慕，却始终得不到韩立的回应，内心脆弱又敏感。柳玉精准地看穿了穆佩林的脆弱本质，她没有选择疏远，反而主动贴近，与穆佩林以及宋宇组成了看似亲密的闺蜜团，甚至还一同结伴闯入坠魔谷寻宝。在外人看来，几人关系融洽，情谊深厚，但只有柳玉自己清楚，这份亲密不过是他巩固权力的手段。穆佩林从始至终都是他权力棋局中的一颗棋子。他表面上对穆佩林关怀备至，实则处处暗中使坏，不断放大穆佩林对韩立的情感执念，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穆佩林为了能跟上韩立的脚步，缩小两人之间的差距，最终选择孤注一掷，闭关冲击元婴境界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早已被心魔缠上，这份心魔的根源便是对韩立求而不得的情感执念。压垮穆佩林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正是柳玉在他闭关突破前说的那几句诛心之言。当时柳玉以关切的姿态上前提醒，语气温和却字字戳心。韩师兄志向远大，一心向道，从不会为儿女情长所困。穆师妹若是不能尽快结姻站稳脚跟，与韩师兄并肩同行，迟早会被韩师兄遗忘在身后。这番话看似是善意的叮嘱，实则精准地戳中了穆佩林内心最深的焦虑。他害怕被韩立抛弃，害怕自己永远追不上他的脚步。正是这几句诛心之言，让穆佩林在突破的关键时刻心神失守，心魔彻底爆发，最终被心魔反噬，遗憾陨落。穆佩林的悲剧虽有其自身情感执念过深的原因，但柳玉这几句精准打击的诛心之言，至少要负60%责任。柳玉用最温柔的语气做了最狠辣的事情，彻底清除了穆佩林这颗可能影响自己地位的不稳定因素。柳玉能稳坐落云宗权力核心，靠的绝不仅仅是钻营与算计，更有超凡的应变能力与管理智慧。无论是面对落云宗内部的权力纠纷，还是处理与其他宗门的对外交涉，他总能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快速抓住核心矛盾，给出稳妥周全的解决方案。在落云宗内部，他凭借韩立的威名与自己的手腕，整合各方势力，安抚人心，将宗门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在对外交往中，他既不卑不亢，又能审时度势，为落云宗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凭借这份机智通透与务实能力，柳玉彻底获得了韩立的绝对信任，最终成为落云宗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，被不少人戏称为天南第一副总管。在落云宗，元婴以下的修士无人敢招惹他，即便是宗门的元婴长老，也得给这位结丹修士3分薄面。毕竟谁都清楚他背后站着的是韩立，更清楚他手中掌握着宗门的实际权力。柳玉的传奇并未止步于落云宗的权力巅峰，他凭借自己的管理才能，借助韩立的强大影响力，积极推动落云宗与从西国等相关势力的合作与整合。在他的操盘下，落云宗从最初在天南3大宗门中处于弱势的一方，逐步积累实力，扩张势力范围，最终一路逆袭，成长为天南第一大宗。这份成就不仅让柳玉的地位更加稳固，更让他真正实现了与元婴大佬平起平坐的目标。此时的他，即便修为仍停留在结丹期，但其掌控的势力、拥有的话语权，早已不逊于普通的元婴修士。纵观柳玉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天赋，没有毁天灭地的修为，却凭借着清醒的自我认知、精准的局势判断、极致的务实主义与超凡的智谋手腕，在残酷的修仙界硬生生拼出了一片天地。他从御灵宗的储备干部到落云宗的实权掌舵人，从被动的阶下囚到主动的权力操盘手，每一步都走得精准而果断。他懂得依附强者，却不沦为强者的附庸；他擅长钻营算计，却始终以实力为根基。他看透修仙界的残酷，却能在残酷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。柳玉的精彩不在于他的修仙之路有多顺遂，
而在于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，在修仙界，除了修为、智谋与通透，同样能成就传奇。